求名啊、求财啊、求利啊、求色啊、求神啊，统统不要啊。就是你自己心里面就可以找到这个无限的这个快乐。大家好，我是曹兴诚，这是我的 AI 小帮手，他叫阿叶啊。你看头上这个荷叶帽，阿叶啊，我们上次聊到哪里了？您说以前蒙古人觉得杀人抢钱很爽，现在也有很多人觉得有钱有色很爽，但修习纸和棺材会真的爽。我想起来了。您上次提到“爽”这个字以后，我就一直在想，爽到底意味着什么？哦，那你想出来没有啊？我看中文这个“爽”字，好像一个人用扁担挑着一堆爆竹，也看到有些阿拉伯人把身上挂满炸弹，是不是把自己跟周围的人都炸飞叫做爽？确实有些呢是这么想的啊。譬如我们知道中国有个学者李毅啊，他说为了统一台湾啊，可以用核子弹把台湾人都杀光啊。他说如果是因此引起核战的话，我们中国人死个1/10，1亿4千万，没什么了不起，小菜一碟。李毅这种人呢，自称是学者，可是讲出这种杀人的这种话，跟那些流氓地痞啊没什么两样。这种人把杀人呢说得好像很爽，可是这样真的爽吗？啊，我们有句话叫做：你没有知识啊，你要有常识；你没有常识啊，你要常常看电视。因为电视里面有很多常识啊，比方说你觉得那个黑道杀人很爽，那么你看有些电影啊，像《教父》是吧？那么你看很多那个影集啊，讲那个中南美啊那些大毒枭啊，成天杀人，可是爽吗？不爽，因为自己也很担心人来杀你啊，经常也是被杀啊。不是被敌人杀，就是被自己底下人反叛杀啊！所以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怎么会爽呢？什么叫真正的爽？那我今天呢，介绍给大家啊。首先啊，跟大家介绍这本书，这本书叫《当下的力量》。那么这本书是1997年出的，曾经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名第1名。这个人呢，就是他是开悟的啊，他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爽啊。他29岁啊，生日过了以后，想不开，觉得什么事都非常不如意，想自杀啊。那么他有一天正在想自杀的时候，突然想说：“自杀不是我杀我吗？怎么会2个我？”他这一想啊，突然头昏脑胀，昏过去了。就等到醒来以后啊，突然他发觉他所有烦恼都没有了啊，他觉得这个心里面啊，快乐无比，平静无比啊，甚至觉得这个一种庄严啊、神圣啊这种感觉。然后呢，看到所有外面的事情啊，都感觉跟自己融为一体的，感觉非常的美丽啊。是他从来没有经验过的，而且很多东西啊，虽然很普通的，可他觉得非常新奇啊。也就是说，他充满了这种喜悦啊，高兴啊，非常的感到平安、平静啊，幸福啊。这个就是叫开悟啊。那我们在下面接着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啊，这个原文叫做My Stroke to Insight 啊，它的作者啊叫做Joe Taylor 啊。那么他是一个哈佛大学的这个脑科学家，就在37岁的时候呢，突然中风啊，左脑溢血啊。那么他在中风中间的经历啊，就是感觉什么？感觉说，好像这个平常脑袋里面不停的讲话那个声音啊，突然慢慢消失了。于是他感觉也是一样，一种平安、喜悦、幸福啊，甚至优雅庄严的感觉
弥漫在整个这个身心，同时他也感觉自己跟外界界限没了，融为一体啊，这就是我们讲的开悟啊，跟前面那个作者一样啊。那么他脑溢血以后后来花了7年的功夫才慢慢复原。复原的时候，他始终忘不了当时那种无限的幸福、喜悦、优雅的感觉啊，所以后来他就把他这个经历写出来啊。那么这本书也叫做中文翻译到奇迹了啊，这个也是一个开悟的经验。那我们知道印度有一个大师叫萨古鲁啊，萨古鲁满脸大胡子啊，他也是开悟的啊。他以前有一次就在山坡上坐在那边，突然感觉自己好像消失了啊，然后呢，失掉了时间感。他坐了10几分钟事后他发觉其实坐了好3-4个钟头啊，他感觉到无限的这个平安喜悦那幸福、庄严华丽从这种混沌的这个感觉醒来以后那么看到所有东西都觉得美的感到流泪所以这就是一个开悟的经验像这个萨古鲁呢，大概在YouTube 上可以很容易找到你查这个 SADHGURU 你可以找到那个大胡子。我们刚才讲什么叫爽，这个叫爽就是说你开悟了以后你真是体会到这种非常深沉、安静、平安的无限的喜悦那种喜悦是一般什么东西都没法代替的，就是开悟。这个在佛经的六祖坛经里面有一句话讲，叫做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也就是说呢，我们那个心里面有这个力量那么有这个自信，这个自信能够让我们得到就是无限的喜乐喜悦、安全感、安宁。其实呢，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得到这个幸福得这个爽本自具足，说本来自己就具备足够的条件那么，另外这个六祖坛经有一句话，他说菩提指向心密，何劳向外求玄。这意思说呢，菩提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解脱烦恼的智慧，你往心里找就好了不必要去跑到外面张罗这个张罗那个求名求财求利求色求神统统不要不劳外求，就是你自己心里面就可以找到这个无限的这个快乐所以那像那个第一本书作者他一旦这个开悟之后他真的什么都不需要了每天就享受就好了，是吧？变成没什么成长啦。那也就是说呢，大家说你开悟了不干事了怎么变没出息其实我们要知道有个原理，就是说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话有目的的有目标的这个其实并不能够让我们发挥最大的创造力那么有位学者做一篇这个研究我想这个请阿叶帮我们介绍一下。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丹尼尔·平克著有《驱动力：关于人类动机的惊人真相》一书，英文书名为《Drive: The Surprising Truth About What Motivates Us》。The Surprising 的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发现，尽管为基本技能和重复性任务提供经济奖励可以提高生产力，但这种方法对需要创新、创造性和更高阶思考的工作并不有效。由阿叶刚刚介绍，我们知道定目标、提供奖励，其实只适合这个比较基本性能或重复性的工作。可是真正的这个需要创新、
创造性、很高阶的思考，提供什么诱因啊、目标啊、奖励也没用，反而会妨碍他发挥的这个能力。因此，回过头来讲，就是说，开悟的人呢，他因为他已经免除了所有的这个烦恼啦、所欲望啦，或者这个对这些什么名利、财色的这个渴求啊，其实他可以更能够发挥创造力啊。可是你不要去做那些无聊的重复性的工作啊。所以呢，大家都开悟，不用担心，这世界啊不会毁灭，不会倒退，说不定呢我们变得更有创意啊，能够生活各方面更为提升。刚刚讲的这个几个开悟的经验啊，除了萨古鲁以外啊，实际上这个当下力量的作者，还有这奇迹的作者，其实他都是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突然开悟啊。那么，所以我们一般人呢，没有那么戏剧化的这个经验，我们要怎么学习开悟呢？啊，有方法啊，就是关键2个字啊，叫止跟观。在 YT 频道上按订阅，不会带给你任何费用或麻烦，但可以让 YT 加强推播这个频道给更多的人看。为了提升真善美乐，请帮忙订阅，谢谢。要了解这个止观呐，如果你是看很多那个佛教的书籍啊，坦白说你看得昏头胀脑，因为啊，那个很多过去的这个书啊，其实很多事情搞不清楚，摸索，所以很会这个容易化简为繁啊，让你在一大堆的名词里面掉到里面出不来啊。还好，现在的这个我们脑科学的进步啊，终于让我们很了解到底止跟观是怎么回事啊。那么下面我再介绍一本书啊，这本书呢，是意大利脑科学家啊，叫做Antonio Damasio 啊，他这是2012年出版的啊。他这个你看他书名讲就是意识由何而来啊。那么这本书呢，我送过很多朋友看，大家都抱怨说这什么天书啊，怎么看得懂呢？因为里面非常多的这个医学名词啊。当然我也不是说那个看了什么懂，可是呢，我真的很认真的把它看了好多遍啊。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呢，细节不用管它，一个重中之重的这个要点呢，就是说，我们人呐，这个意识其实有2种啊。大家如果把这个大脑的这个解剖啊剖面你拿出来看呢，你会发觉什么？我们人脑结构其实是3层的啊。这个最底下那一层、最中心那一层啊，就是脑干啊。脑干的上面是脑边缘系统，脑边缘系统的上面呢，就是我们的大脑皮质啊。大脑皮质啊，就是装了很多的这个知识，或者装了很多的这个观念啊，或者是偏见啊。那可是我们的这个脑干呢，它没有装什么东西，它就是管理我们生命的啊。那我们大脑会不停的转啊，想东想西想东想西啊。那么可是呢，你睡觉的时候啊，那个生命谁管理呢？是脑干管理。所以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知觉啊，都先通过脑干，然后再跑到这个大脑皮质啊。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个字啊，对脑干来讲，我看到是一个图像，可是这个字什么意思，怎么念啊，送到大脑去解析啊，这是分工的啊。大脑这个意识啊，这个书里面管它叫做自传体意识。为什么？什么叫自传呢？自传就是讲故事啊。你问一个人说：“哎，你讲你的故事，写自传啊。”这是从大脑出来的，每天讲故事啊。我们脑干控制这个意识啊，叫做核心意识啊，核心。这核心意识啊，不会讲故事，就是管理生命啊。所以呢，现在就是说，我们大脑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啊。
装了很多知识啊，很多技能啊，帮我们生活。可是它同时也是我们的烦恼的根源啊。为什么？装满了贪嗔痴一会儿贪一会儿嗔啊，这个充满烦恼啊，是吧？那比方说买股票啊，那股票一涨开心，一跌伤心，所以那心情每天跟那股票那个趋势一样，上上下下，永远安静不下来啊，这是大脑啊。可是我们的脑干这个核心意识它不讲故事了啊。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个开悟它怎么回事呢？开悟基本上就是说，把这个大脑完全关机了，完全关机的时候，那么跟脑干在一起，这就是开悟。那么一般人我们想把大脑关机就不可能啊，他总是不停的讲唠叨的不得了啊。那所以说，为什么有的人那个碰到生死关头的时候关机？因为那时候讲这些东西故事没用了你想股票高股票低，你的命都快没了，你想这干嘛？一下就关机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生死关头的时候一关了机，一跟脑干在一起，哇，这个负担没有了就好像有我们经常其实大部分都是背了一大堆的烦恼在身上想东想西永远不停，就像背了很重十字架压的那个弯腰驼背，每天抱怨很重那你说你把那个十字架扔了不就轻松了吗？他是怎么扔呢？这是我不能扔我扔了我就没了其实扔了它突然就轻松了，就是不简单所以呢我们说止观是什么意思止就是停，把大脑关机观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利用我们的核心自我我们的脑干去观察，就是观察比方说我们真的看到的东西，听到的闻到的体验到的所以观基本上就是真正的体验生命的存在所以我们平常讲这个禅修或者瑜伽，或者这个老外讲这个什么meditation 那其实就在休息止跟观，就尽量把大脑关机，那么跟我们核心意识在一起，那么久而久之你会觉得就是慢慢很轻松，慢慢快乐烦恼减低那么欲望减低这个贪求减低，害怕减低慢慢从这个两项对立当中脱离出来，进到不二之境那么基本上，那么这个怎么修炼的过程呢？我想很多的理论你去很多地方教禅坐都教你打坐，不过呢你要知道这个原理就是止跟观，就停止大脑说故事用脑干观察你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吃到的或者身上感受到的这就是观简单吗？很简单不断的练习，慢慢的就烦恼减低心情慢慢轻松愉快，也慢慢变得和平了跟别人的冲突也少了，那么也会更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妙的更慈悲慈悲什么意思？说希望别人快乐叫慈，希望别人不要痛苦叫悲就是慢慢你进到一个和平、幸福、愉快、慈悲的境地，不是很好吗？好，不过要练习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